男朋友正在床上和我的闺蜜卖力地打扑克，我躲在床下，偷偷地全程录音。突然，闺蜜的娇喘变成了尖叫，床开始剧烈的晃动，鲜血像瀑布一样流到了地上。然后，闺蜜血淋淋的脑袋滚了下来，瞪大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。我瞬间吓得魂飞魄散。怎么回事？我男朋友居然杀人了！本来今天是来捉奸的，没想到居然意外撞见了杀人现场。床上，我的男朋友嘿嘿地笑着，刀捅在肉体上，扑哧的声音还清晰可见。我用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，强迫自己不要发出声音，泪水成串地往下掉。他为什么要杀人？几分钟后，我男朋友肖康的动作停止了，似乎是捅累了。他躺在满是鲜血的床上，点燃了一支烟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的微信提示音突然响了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死死地捂住手机，但震动声似乎还是被他听见了。他发出了疑惑的声音，我感觉床动了动，他似乎在掀被子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我差点就哭出了声，手忙脚乱地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就在按下静音的下一秒，肖康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咚咚，空洞的拨号音大约持续了1分钟。他见我没接，便挂断了电话，然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语音：老婆，睡了吗？我今天加班就不回去睡了。说完后，我看见他的双脚穿上拖鞋下了地，地上满是我闺蜜的鲜血。肖康走过，留下一串血脚印。他在屋子里似乎在寻找着什么。突然，他剧烈地咳嗽了2声，我被吓得一个激灵，紧张地忘记了呼吸。闺蜜李岩血淋淋的人头就在我的眼前，一直在盯着我，断开的脖梗处还在喷着血，脸上满是震惊和惊恐。肖康赤身裸体地走了几圈，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。他去厨房拿了把菜刀，走到了床前。他的一双大脚脚就在我的眼前，然后他开始分尸，一刀一刀地砍下去，就像是切菜一般。一个不小心，他踢到了李岩的人头，血淋淋的人头滚到了床底，几乎和我脸贴脸。我紧紧捂住嘴，浑身颤抖不止，巨大的血腥味熏得我想吐，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伸手将他的人头向外推了推。正巧肖康正在向前走，一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李岩的人头踢飞了出去。肖康愣了一下，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他手里握着的菜刀还在不停地滴着血。我在心里不住地祈祷，不要看床下，不要看床下。肖康愣了几秒，向前走了过去，去捡那颗人头。我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暂时没发现我。我的大脑快速地转动，思考着如何脱身。闺蜜家在10楼，跳窗户肯定是不行的，看来只有等肖康处理完尸体离开我，才能逃出升天。但我能坚持到那个时候吗？鲜血不断向床底蔓延，我扭动着身体又向着里面缩了缩，以躲避即将流到我嘴边的血。肖康又到床前砍了一会，突然李岩的手掉到了地上，我的心脏几乎骤停了，他只要低头来捡，就一定会看到我。肖康怔了一下，慢慢地弯下腰去捡那只手。我害怕地闭上了眼，捂着嘴强忍着不让自己尖叫，向上天祈求着希望发生。下一秒，门外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肖康的动作一下就僵住了，保持那个弯腰的姿势，半天没有动弹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又响了，门外传来大声的呼喊：我回来了，开门！这个声音我知道是李岩的男朋友程浩。肖康迟疑了片刻，咳嗽了2声，还是站直了身子，向门口挪动了脚步。他穿上干净衣服，把刀放在身后，停在了门口。我的心揪成了一团，如果程浩进来和肖康打起来的话，或许我能趁乱逃走。想到这，我又向床边挪动了一下身子，随时做好逃跑的准备。肖康犹豫了一会，打开了门。这么久了还没完事？门外的程浩微微有些发怒道。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，他俩偷情这件事，程浩居然知道，看这样子是2个人已经商量好了的。肖康抽着烟，没有说话。这时，程浩才看到肖康身上的血和空气中令人作呕的血腥味，脸一下就白了。你做了什么？肖康诡异一笑，这还不明显吗？你把他杀了。程浩傻了，上前一把揪住肖康的衣领。你不是说玩玩吗？怎么把他给杀了？我以为你不在乎他的死活。肖康一脸淡定，杀人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程浩一下瘫坐在了地上，大口地喘着气。肖康眼神冰冷，嘴角却带着笑。帮我把他处理了，要是被警察发现了，你也逃脱不了干系。程浩也怒了，大声吼道：放屁，人是你杀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要拉我下水。肖康突然发难，一把揪住他的衣领，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那我换个说法，你帮我处理了他，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。程浩终于害怕了，他嘴唇颤抖，吓得已经说不出话，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。肖康松开了手，微微动了动头，让他开始。程浩颤颤巍巍地走到床旁，尽管他有心理准备了，但看到李岩尸体的惨状，还是哇的一下就吐了出来。没用的东西！肖康冷眼看着他，拿起2条大腿，转身进了厨房。我缩在床下，看着程浩一边吐一边剁尸体。突然，李岩的残肢又掉在了地上。程浩弯下腰，突然一怔，他看到了藏在床下的我。
我双眸颤抖，伸出一根手指，做出虚的动作。陈浩下意识地看向厨房，没有说话。他嘴巴微微动了动，我看清了他说的话：快跑，去报警。我哆嗦了一下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肖康还在厨房用力地剁着肉，丝毫没注意到我这边的情况。我缓缓从床底下爬了出去，赤着脚走过满是鲜血的地板，慢慢地向门口移动。床距离门口不过屈几十步，可对现在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10万8千里。我一边走一边盯着厨房，生怕肖康猛地转头发现我。或许是因为肖康剁肉的声音太大，再加上陈浩刻意的制造噪声，我成功的逃出了门。到了楼道里，一阵寒风吹过，冻得我瑟瑟发抖。这时我才发现，我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，简直能凝出水来。我想跑，却双腿一软，倒在地上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感觉身后的门把手好像动了一下。强烈的求生欲望激发了我最好的力量，连滚带爬地向楼上跑去。我和李岩住在同一栋楼，他在10层，我在18层。当初买房子的时候，李岩劝我不要买18层不吉利，但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，18层又很便宜，所以还是买了。我一口气从11楼跑到18楼，到了我家门口，手忙脚乱地打开智能门锁，冲了进去，心里这才安稳了几分。我用力地扇了自己一巴掌，你确定我刚才看到的一切都不是噩梦？在我的印象里，肖康是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，是一个标准的老实人，宁可自己吃亏，也不让别人吃亏。我实在难以把他和一个变态杀人犯联系在一起。而且从他的表现来看，这很可能不是他杀的第一个人。几天前，我发现了他的不正常，我在他的衣服上发现了一条粉色的头发，这个发色很少见，而李岩恰巧最近染了这个发色。一开始我不敢相信，肖康很爱我，我唯一见过他几次发怒，也都是为了我。李岩虽然水性杨花，人品不正，但肖康这种沉默寡言的类型也不是他的菜，我实在不愿相信他们两个会搞在一起。但很快，现实就给了我狠狠一击。趁着肖康睡觉的时候，我偷偷检查了他的手机。一开始没有发现什么不对，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他的手机里还有第二空间。在那个空间里，不仅全是色情软件和图片，还有专门和李岩联系的账号。那些图片极其可怕重口，都是一些女孩被暴力凌辱、伤痕累累的图片，甚至还有一些残肢断臂，甚至被劈成2半的尸体。那些女孩都是金色的头发，我也是金色的头发。我没想到表面温柔的她，性癖居然如此恶心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和李岩的聊天记录。亲爱的，明天来我家，我等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给你沉默给不了的体验。下面还附带了一张裸照。肖康则是回了一个特色的表情包。我气得怒火中烧，泪流满面。我真的没想到我最好的朋友会勾引我的男朋友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提前下班，躲在床下，就是为了将两人捉奸在床。可我没想到肖康会直接杀了李岩。他为什么要杀李岩？李岩的男朋友明明知道他们的关系，为什么不阻止？我的大脑一团乱麻，无助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。短暂的失神后，我猛然反应过来，当务之急是报警，否则陈浩也危险了。我颤抖地拿起手机，手机壳已经被鲜血染红。喂，你好，什么是报警？电话通了，那边传来一个温柔的女声，我欣喜若狂，刚要说话，几乎同一时间，门口传来智能门锁打开的声音。滴，指纹验证成功，已开锁。我瞬间僵在了原地，脸上满是惊恐。喂，你好。我一下挂断了电话，肖康已经走到了我的面前。老婆，还没睡呀？刚给谁打电话呢？没什么。我脸色惨白，浑身颤抖。他此时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还是那个儒雅的面孔，温柔地看着我。和在杀人现场的他判若两人。老婆，你身上怎么有血？这时候他才看到我衣服上的血，略微吃了一惊。我狠狠地咬着牙，不让自己哭出声。骑车不小心摔得。他盯着我，一脸复杂。原来刚才逃走的人是你呀！我如遭雷击，身体一软，险些瘫倒在地。肖康向前一步，扶住了我。不好意思啊，老婆，吓到你了。他脸色微红，居然露出了像小孩一般愧疚的表情。你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用力地挣脱了他，向后退了几步。你为什么要杀人？他平静地看着我。老婆，她作为你最好的闺蜜，居然主动来勾引我，她难道不该死吗？我愣住了。就因为这，你就把她杀了？他点了点头，又想上前搂我的肩膀，被我再次躲开，只好作罢。他作为你最好的朋友，却如此伤害你，这我忍不了，他一定要死。我盯着他，这张脸是那么的熟悉，又是那么的陌生。他的理由实在是有些荒唐可笑，虚伪。那你为什么还是和他上床了？他不说话了，只是低着头。对不起，老婆，但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瞪着眼睛看着他。陈浩呢？死了。不行，我要报警。我一脸惶恐，拿起手机就要报警，却被肖康一把抢了下来，眼神闪过一丝凶狠。我浑身一颤，倒退了2步，生怕他狂性大发，把我也杀了。还好，那凶光只是一闪而过，他2只手把住了我的肩膀，
一脸真诚地望着我。老婆，今天你就当什么都没看见，所有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。我们还像以前那样一起生活好吗？我颤抖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现在只有装作顺从的样子，才有逃生的希望。看我原谅他了，肖康显得很开心，他咳嗽了2声，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，然后从怀里拿出一条项链，戴到了我的脖子上。老婆，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，本来想明天再给你的。他冲我笑了笑，我低头抚摸着项链，有些颤抖。老婆，想要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我没有说话，而是把眼睛瞄向了一旁的水壶。他放开了我，满脸温柔。你看你沾了一身畜生的血，去洗洗吧。我轻嗯一声，趁他不备，一把抄起一旁桌子上的水壶，猛地砸到他脑袋上。他一声闷哼，倒退2步，头上立刻流下血来，眼中满是惊讶。我头也不回，打开门，撒腿就跑。肖康叹了口气，抹了一把头上的血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呢？逃出门后，我深知跑不了多远就会被肖康抓住，到时候我可能就真的危在旦夕了。我跑到了17楼，敲响了1703的房门。1703住着一位大学教授，姓秦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一直叫他秦教授。这个人是最近才搬来的，30多岁，气质温文尔雅，我对他印象很好。秦教授，秦教授，在家吗？肖康要杀我！我用力地捶着门，惊恐地大声呼喊。楼梯口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我知道是肖康追上来了。屋子里的人迟迟没有动静，我吓得开始轻声哭泣。老婆，和我回家吧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肖康阴沉的脸从黑暗中走出来，就像是地狱里爬出的恶鬼，一步步地向我靠近。就当我即将绝望之际，门开了，一双手把我拽进了屋子里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。劫后余生的紧张感让我的胸口喘不过气，一双手环在了我的肩膀。在秦教授的安抚下，我慢慢恢复了平静，似是找到了依靠，一把搂住他，大声哭嚎。秦教授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我能感觉到他呼吸在加快，犹豫片刻后反手抱住了我。哭了大概5分钟，我才逐渐冷静了下来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放开了他。不好意思，秦教授，秦教授扶了扶眼镜，打断了我要道歉的话。当他看到我衣服上的血后，明显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陈小姐，怎么了？这是和肖康吵架了？我满脸恐惧，摇了摇头。肖康是个杀人犯，他把我闺蜜和她男朋友都杀了，我怀疑他现在想杀我。秦教授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低头思索了片刻。你没开玩笑？没开玩笑，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我一脸焦急地摸索着口袋，想要报警，这才发现我的手机还在肖康的手里。秦教授，快报警，要是让他进来了就完了。秦教授点了点头，站起身来拨打了110电话，把现在的情况告诉了警察。挂断电话后，他靠在桌子上，用一种异样的表情盯着我。我刚想说些什么，门外响起一阵剧烈的敲门声。老婆，别闹了，和我回家。肖康的声音从门外响起。肖康，我已经报警了，你去自首吧。我颤抖地回复道。肖康沉默了片刻，用力地捶了一下门，伴随着渐行渐远的脚步声，他似乎离开了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近乎瘫软在沙发上。秦教授仍在盯着我，那眼神很奇怪，充满了怀疑和疑惑。沉默，你冷静点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都和秦教授说了。他的表情阴晴不定，逐渐严肃。沉默，你知道希区色魔吗？我怔了一下，眼神微微一变，慢慢点了头。希区色魔是一个连环奸杀犯，6年内以极其残忍奸杀了5名女子。此人反侦查意识极强，我曾经有幸参加过追查他的特别小组，知道很多内幕。说完，他低下了头。希区色魔下手的女孩无一例外全是金发，这个凶手似乎对金发女孩情有独钟，而你恰巧也是金发，再加上你在肖康手机里发现的照片。秦教授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同寻常的光芒。我敢肯定，肖康就是那个犯下连环奸杀案的希区色魔。我呆愣住了，一时间不敢相信。我和肖康结婚4年了，这4年来他一直对我很好，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。难道我一直都是他圈养的猎物吗？难怪他在沙里岩的时候那么轻车熟路。我坐在地上，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。要不是我今天发现了，过一段时间我也会落得和那些女孩一样的下场。秦教授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别怕，你暂时还是安全的，我已经报了警，警察很快就来了。我失神地望着他，点了点头。秦教授烧了一壶水，给我冲了一杯茶。那茶格外的香浓，闻起来沁人心脾，这也让我恐惧焦虑的心得到了一丝缓解。秦教授，谢谢你。我看着他，温柔一笑。他似乎有些害羞了，轻咳2声，脸颊有点红。没关系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。喝了一杯茶，我看了看时间，距离报完警已经快1小时了，怎么警察还没来？秦教授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出言安慰道，别着急，警察估计也快到了。他站起身，微微一笑，折腾这么久了，你一定累坏了，先睡一觉吧。我犹豫了一下，
但此时精神的确已经疲惫不堪，便答应了他。他走到衣柜旁，要给我拿一套被子。真奇怪，他家明明只有他一个人住，为什么有一套粉色的被子？疲惫感袭来，我发了一个大哈欠，眼皮开始打架。突然一声巨响，我被吓了一跳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秦教授在拿被子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个盒子。我走了过去，想要帮他捡起来。不用，我自己来吧。秦教授的声音提高了2个度，弯下腰想要阻止我，但我已经翻开了那个盒子。我的眼睛瞬间瞪大了，盒子里几十张照片，几十张被凌虐的女孩的照片。最上边的那一张是一个女孩，她浑身赤裸，成一个大字，身上插满了注射器，死状极其凄惨。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间僵住了。秦教授拄着胳膊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眼睛里透露着讥笑。哎呀，还是被你发现了，你才是西区色魔。我声音颤抖地问道。他蹲下身子，慢慢靠近我，抚摸着我的头发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多么美丽的金发呀！我搬来这里就是为了你呀。沉默呀，沉默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我想站起身来，却发现四肢酸软，手脚乏力，扑通一下瘫在了地上。你的茶。沉默，你虽然漂亮，但是太蠢，1个小时警察都没来，你居然不怀疑我。他得意地晃了晃手中的手机。我压根就没报警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把你骗到手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他舔了舔嘴唇，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只禽兽。我的意识逐渐模糊，两眼一黑，当场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只穿着内衣，被五花大绑地绑在床上，嘴也被塞上了。秦教授光着上身，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刑具。今天先玩哪一种呢？我的眼角流出了泪，喉咙发出呜咽声。他拿起来一个注射器，在我面前晃了晃，里面是粘稠恶心的液体。我怔了一下，眼中燃起滔天的恨意。我记得2年前弄死一个女孩，你们2个真的非常像。秦教授脸上带着病态的笑，冰冷的巨大针头贴在我的脸上。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有一瞬间都恍惚了，我还以为是冤魂来索命了。正好上次玩的不尽兴，我才插了他10几针就死了。今天你可要多坚持一会呀。我已经无力挣扎，眼中满是绝望。真没想到，逃出狼穴又入虎口，今天我是注定要命丧于此了。巨大的针头穿透我的皮肤，剧烈的疼痛让我瞬间红肿，但我没有挣扎，只是恨恨地看着疯狂的秦教授。好痛，真的好痛。当初他也是这么痛吗？不，他一定比这还要痛。我开始控制不住的流泪，打湿了床单。他邪笑着要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时候，门开了，寒气瞬间涌入屋子里，我打了一个冷战。一个男人的影子出现在秦教授的背后，秦教授下意识地转头，尖锐的刀尖直接插进了他的眼窝。啊！秦教授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捂着受伤的眼睛满地打滚。肖康冷眼看着他，眼中满是杀意。你敢动我老婆？又是一刀，秦教授的另一只眼睛也被活活剜了出来，他疼得蜷缩成一团，连惨叫都发不出了。我的眼里闪出了光，尽力地挣扎着。肖康看着我胳膊上因为注射鼓起的包，眼里泛出泪光，满脸心疼。对不起老婆，我来晚了。他解开我的绳子，紧紧抱住了我，我也反手抱住了他，哭得撕心裂肺。老婆，我说过，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我都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他抱着我的肩膀，温柔地看着我。你先睡一会儿，现在该是他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他冰冷的嘴唇印在我的额头。再次昏迷之前，我看到了他举着刀，一步步走向秦教授。这就是昨天晚上的经过。审讯室内，我披着衣服，对2名询问民警说道。听了我的话，50岁左右、面容冷峻的老警察斜着眼睛瞪着我，猛地一拍桌子。沉默，你别在这给我编故事，老实交代，你和你老公肖康到底是怎么杀害这3个人的？我的表情毫无变化，一双眼睛冷冷地看着他。我没编故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他拿起一张照片放到我面前。我抬头看了一眼，瞳孔猛地一缩，周身一颤，紧紧握住了拳头。眼前浮现出一个可爱女孩的身影。认识，是我妹妹陈彤。没错，一头金发，面容可爱，就是我16岁的妹妹。只不过此时的她被人五花大绑在床上，身上插着几十支注射器，鲜血染红了她的金发，原本水灵灵的大眼睛变得死寂，可爱的面孔变得狰狞。我的脑海中又想起她搂着我的胳膊，喊着姐姐我爱你时的样子，那时的她多么快乐，多么可爱啊！我感觉有一把刀剜在了我的心上，但眼角却是干的。老警察看着我痛苦的样子，眼中也闪过一丝同情，但也仅仅是一闪而过。很快他又恢复了那个严厉的样子。你说在你老公肖康进入房间以后，你就又昏迷了对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后边发生了什么你都不知道？我摇了摇头。他又是一拍桌子。禽兽身上的刀伤明明是2个人行凶的痕迹，你敢说你没有对禽兽动手？说不定我晕倒以后又有人进来了。
他走到我的面前，双手扶住束缚凳，一双牛眼死死地盯着。你为了给你妹妹报仇，联合你老公萧康一起对禽兽行凶，对不对？我抬起头，装作一脸茫然的样子。我妹妹的死和折磨她有什么关系？别装了，你明明已经知道禽兽是杀害你妹妹的吸血色魔。我嘴角露出讥笑。请问李警官，证据呢？老警察瞬间语塞。你说是我和萧康一起杀的禽兽，那么请拿出证据。老警察的面色十分难看，不甘心地坐在了椅子上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些都是你老公萧康一个人做的？我点了点头。那你知道萧康已经得了癌症了吗？我犹豫了片刻，眼角有些湿润。知道。他刚又想说什么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。老警察站起身来，走了出去。外面的警察对他耳语几句，他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。他回到审讯室，叹了口气。萧康死了。我嘴角微微抽动，面无表情。是自杀。他又补充道。我点了点头。他杀了人，该死。老警察的眼里闪过一丝异样的神色，就好像怎么也看不透我一般。你老公为什么要杀李岩和程浩？我笑了笑。这你得问他呀，我怎么知道？我看得出来，这个问题老警察也猜不透。沉默，你别以为我们拿你没办法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我们早晚会找到证据。如果你现在主动交代，还有一线生机。我冷笑了一声。疏而不漏吗？李警官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说我杀人了，请把证据拿出来。我一字一顿地说道。李警官叹了口气。2个行凶现场都充满了我经过的证据，而且留下了很多生理痕迹。可是我的说辞却又天衣无缝。楼道的监控和我的证词完全相符。至于人证，李岩和程浩都死了。禽兽被剜去双眼，割掉舌头，扎透耳膜，身上被割了成千上万刀。虽然勉强活了下来，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，根本提供不了任何证据。而萧康一人扛下了所有罪责，但他自杀了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我自己，一个人证也没有了。审讯室内一阵沉默。我低着头，脑袋像要爆炸了一般。沉默良久后，老警察叹了口气。沉默，我也不指望你能交代什么，我就想问你为什么要杀李岩和程浩。我抬起头望向他，露出痛苦的笑容。李警官，案子已经这样了，人犯也有了，证据也有了，你何必要纠结一个真相呢？他盯着我没有说话。不好意思，警官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和你讲个故事，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。有一个女孩，16岁那年，父母去世了，从此只剩她们姐妹2人相依为命。那时候妹妹才5岁，姐姐尽心尽力地照顾她，妹妹也一直依偎着姐姐。在这冰冷残酷的世界里，2人都是彼此活下去的希望和理由，都是彼此拼死也要保护的人。只有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才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是温暖的。生活虽苦，但2个人还是慢慢的长大了。20岁那年，姐姐恋爱了。9岁的妹妹贪玩，不小心走丢了，是那个男孩安慰她，保护她，帮助她回到了姐姐的身边。那天，2个年轻人一见钟情。男孩没有父母，一个人在城市生活。3个身世悲苦的年轻人聚在一起，总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一天，男孩向女孩求婚了，他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了一个大大的钻戒。女孩感动得热泪盈眶，紧紧抱住了男孩。妹妹围着2人，开心地蹦蹦跳跳。我有姐夫喽，我又有亲人啦！从此，3个人生活在了一起。男孩将妹妹当作自己女儿一样宠爱，他也俨然将2人当成了自己的全部。那是3个人最快乐的时光，直到那一天。又过了7年，妹妹长大了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一头天生的金发极为耀眼。她到了上学的年纪，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大。男孩女孩找到了一个工作，待遇很丰厚，但要出差2周。女孩放心不下妹妹，但她的闺蜜信誓旦旦地拍个胸脯，说女孩可以住在她那。女孩很感激她的闺蜜，答应赚了钱回来一定会分她一份。2人走了，临走前，妹妹抱住女孩，泪水浸透了她的胸襟。早点回来，姐姐，我想你。女孩温柔地抱住了妹妹。别担心，半个月后姐姐就回来了，你要等着姐姐。女孩走了，她回过头，看见妹妹哭着和她挥手告别，她也哭了。可这是2个人见到的最后一面。女孩和男孩回来了，他们赚了一大笔钱。女孩给妹妹买了很多漂亮的衣服，买了许多她从未吃过的零食。她脑海里已经浮现出妹妹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开心的样子。她一定会一把抱住姐姐，大声地喊：姐姐，我爱你！想着想着，女孩的脸上浮现出了微笑。当他们找到闺蜜家里的时候，妹妹失踪了。女孩吓得魂飞魄散，揪着闺蜜的衣领询问。闺蜜却说，女孩谈了恋爱，说不定是哪个小伙子私奔跑了。你看着闺蜜苍白的脸，知道她在说谎。几天后，妹妹的尸体在一个垃圾场被发现。原本美丽的少女已经千疮百孔，她的身上被插了几十支注射器，整个人肿胀得像一个怪物。死前遭到了侵犯，她是被人活活折磨死的。然而就在几天前，她还抱着女孩的胳膊轻声说道：我要永远和姐姐在一起。讲到这，我的嗓子哽咽了一下，
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泪流满面。对面的老警察低着头，沉默不语。负责记录的女警察在轻声啜泣。后来，在女孩的逼问下，闺蜜才说出来实情。原来，在女孩走后，闺蜜便被西区色魔盯上了。那是一个极其丧心病狂的连环奸杀恶魔，尤其对金发女孩情有独钟。闺蜜那时留的也是金发，本来她才是西区色魔的目标。可当西区色魔找到她的时候，为求自保，她出卖了妹妹。她的金发是染的，妹妹的金发是天生。这原本是上天赋予她的美貌，现在却变成了诅咒。她把西区色魔带回了家，将妹妹和西区色魔锁在一个房间。妹妹被折磨了整整2个小时，当场惨死。而闺蜜的男朋友就在现场，不仅见死不救，还和色魔一起折磨了这个可怜的女孩。妹妹死了，绝望的死了。就在死的前几个小时，她还在想着姐姐，她还在想着姐姐会给她带回来好多漂亮的衣服、美味的零食。最重要的是，姐姐要回来了。这次回来以后，她就再也不要和姐姐分开了。几个小时前，她还在做着美梦，几个小时后却沦落到了地狱。在被折磨时，她一定在喊着姐姐的名字。她会恨姐姐为什么要把她一个人丢在地狱？为什么她不回来救她？我停住了，胸口喘不过来气。审讯室内安静的可怕，只有轻微的啜泣声。女孩恨闺蜜，更恨她的男朋友。她想报仇，亲手杀了这一对畜生，但被男孩阻止了。他说幕后真凶还没有找到，现在不能动手，要杀就要一次都杀干净。从此3代人的小家变成了2个人，而那2个人余生唯一的目标便是复仇。女孩特意买了个18楼的房子。从妹妹死的那天开始，她就不是人了。她是18层地狱的恶鬼，每天遭受折磨，每天都想复仇。她想和男孩离婚，她不想把这个可怜的男孩拉下水。男孩拒绝了，给女孩拿出了一张化验单。老婆，我得了癌症，活不长了。她笑了笑，眼里却流出泪。妹妹不仅是你的家人，也是我的家人，我会帮你。男孩开始在全网搜索西区色魔的线索，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，他在暗网花高价买了几十张西区色魔折磨女孩的照片。就这样，2人追凶了2年。为了吸引凶手，女孩将头发染成了金色，而且故意去人流量大、酒吧、舞厅等地方，就是为了勾引凶手。终于，她上钩了。女孩在一天回家的路上，感觉到有人在跟踪她，但她并没有害怕，相反，她很兴奋。为了这一天，她等了太久了。金发下面隐藏的是丝丝白发。西区色魔并没有贸然动手。第2天，女孩的楼下搬来了一个大学教授，来自灵魂深处的仇恨告诉女孩，他就是那个凶手。于是他故意接近她，甚至有意勾引她。然后男孩和女孩行动了。在女孩的刻意讨好下，闺蜜以为女孩真的忘记了妹妹的仇，但她也不放心，就想着勾引她的男朋友来孤立她。男孩答应了。那个女孩提前进入闺蜜的房子，藏在了床下，而那个男孩假意被勾引。进入屋子后，他就被2人虐杀分尸了。而此时，闺蜜的男朋友也回来了。这个畜生自然也难逃一死。然后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。女孩假装被男孩家暴，跑到他家门口寻求庇护。教授欣喜若狂，以为女孩羊入虎口，自己送上门来。没想到他才是猎物。进入屋子后，女孩开始亲吻教授，她的唇膏上抹了药。教授很快就晕了。然后我抬头看向2个警察，然后他们的复仇开始了。剜眼、割舌、凌迟，各种酷刑用在这个禽兽的身上。他折磨了妹妹2个小时，女孩就要折磨他4个小时。但是他不能死，要让他活着，痛苦的活着。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突然开始仰天大笑。2位喜欢这个故事吗？我笑得猖狂，眼里满是绝望。老警察的眼睛也湿润了，他不再说话，默默地和那个哭泣的女警察走了出去。第2天，我被放走了，一罪从无，他们找不到抓捕我的证据。离开派出所之前，那个老警察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，沉默，好好活着，一切都应该结束了。我惨然一笑，摇了摇头。这一切永远不会结束，我还活着呢。走出派出所后，我去医院看了禽兽，他意识清醒，但已经成为一个人质，看我来了，像一条蛆虫一样剧烈地扭动着。我冲他笑了笑，好好活着吧，大教授，你将永远活在18层地狱，永远遭受折磨。肖康死了，我亲眼看着他在我面前抹了脖子。老婆，我爱你，也爱小童，这是我的使命，现在我完成了。说完，他温柔地笑了笑，毫不犹豫把刀插进了自己的脖子。他的尸体被公安火化了。我捧着肖康和我妹妹的骨灰盒来到了海边。蔚蓝的大海多么美啊！小时候小童就一直很喜欢大海，说以后来长大了一定让我带他去海边玩沙子、抓螃蟹。姐姐，你没有骗我，赤着脚踩在沙滩上真的很舒服。我的眼前出现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女孩，她是那么年轻，那么灵动，那么可爱。我双眼朦胧，忍不住伸手去摸，女孩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声姐姐在我耳边回荡。
我笑着流泪，泪水滴到那根晶莹剔透的项链上。老婆，紫水晶和你真的很配。萧康笑着把项链戴到我的脖子上，我搂着他，亲向他的嘴唇。我站了起来，最后看了一眼无垠的大海，将妹妹和老公的骨灰撒了进去。小童，老公，我来了。潮声响起，我一步步走向大海。空洞的拨号音大约持续了1分钟，他见我没接，便挂断了电话，然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语音。我看到一个身影在水中翻滚，我愣了一下，冲过去就吓了他。那是一个苍老的女人，对我就起后，一直在掩面痛哭。我默默地看着她，等待着她的故事。我的女儿被几个人渣折磨死了，那几个畜生家大业大，我一个老婆子告不赢他们的，只有一死能给我女儿这个交代了。我愣住了，脑袋像雷般炸开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。我突然悟了，是啊，上天不让我死是有原因的。我是18层地狱的恶鬼，我应该把这世上所有的罪人扔进地狱，要让他们永世受折磨。我笑了，笑得很的开心。这就是萧康口中的使命。老婆婆，你女儿的仇我帮你报。